什么被迫听从他的施令？他是利用党内的选举提名权威胁我们，他手中握有权力，如果我们不配合的话，那将来就很难获得党内的选举提名推荐，也就无法再继续为选民服务了。当时我极力的推动一个地方性的建设改革，可是刘松恒立委却极力的阻挠。他说，除非我答应和他的交换条件，否则我的任期内将会永远没有作为。华江区的土地重划案确实有照刘立委的意志而调整。我那时只是个刚当选的议员，对刘立伟的威胁毫无反击的能力。他只对我讲一句话，这就是政治。是刘立伟主导的计划，刘立伟的行径真让我痛心，我是被强迫。我有被迫接受刘立伟的威胁，我很抱歉。我们都知道他应该拿了不少建商的好处。请法官传唤下一位证人，远生建设负责人王立华先生。当初刘松恒带着那批土地向我求售的时候，主动降价，我当然乐意啊。于是我就把大笔的资金投入进去，没想到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，向我要钱。如果我不答应的话，他就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影响我公司其他的建案。我也是受害者，绝对不是我主动贿赂他的。请法官听一段王立华先生所提供的录音。0523已经 OK 了，麻烦你明天派人把饼送过来。0523就是5月23号通过的华江区土地重划案，饼就是现金。被告是否要答辩？法官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位证人刘山峰。被告，你若继续保持缄默，不替自己辩白，不但不能洗清罪嫌，到时判决会依据法庭上所采的证据来判。请问刘山峰先生，你知道你的父亲利用你的名字来买卖土地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知道你的父亲把土地卖掉后，利用公务人员的身份，向其他的议员以及建商威胁，以赚取暴利吗？我不晓得我父亲有威胁过其他议员或建商。那你同意你的父亲以你的名字来买卖土地吗？我没有同不同意的权利。请你明确的回答我的问题。因为你的身份特殊，土地买卖事实上的受益人是你。倘若你无法合理的厘清，我们将一并侦查你在本案的关系。检察官，我是利用我的监护人职权，在我儿子年幼的时候，以他的名义做了这笔买卖。事情是发生在1987年，那时候他才11岁。他是因为去年12月，为了研究爷爷留下来的遗物，才意外知道这笔土地的存在。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庭上，
这是当时土地买卖的交易记录，上面的日期可以证明刘山峰先生并没有参与当时土地交易。请问检察官，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询问证人刘山峰的吗？没有。刘山峰先生，谢谢你今天的作证。那现在没事，你可以回去了。相关证人都已传讯完毕。根据检方收集到的证据以及证人的证词，已经可以确定刘宗仁先生犯下贪污罪、渎职罪以及追加起诉恐吓罪，罪证确凿，请法官从重量刑。被告，你还是要继续行使缄默权吗？你是不认同自己的罪行，还是藐视法庭？庭上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场的立委跟议员会同时指控刘松恒立委？如果刘松恒立委真的做了不堪的事情的话，那他们也全部都是共犯。可是现在却一起把责任推给刘松恒立委，我方强烈怀疑这背后有人指使。在法庭上，只有证据能说话。倘若被告律师有具体的事证，请提出来；若没有，就请斟酌自己的发言，不然就依目前的证据进行判决。法官，检方提供的证据确凿，请求依法判决。请起立。被告刘松恒涉嫌贪污罪一案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至少刘川没事了，你不要再苦着脸了。可是刘川爸爸被判了15年了。这是一审，我们还有上诉的机会。那些议员说的话根本就不能信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爸掌握的资讯真的太少了，根本使不上力。阿庆，爸，刘川，刘川，刘川，你还好吗？阿庆，我跟山峰还有一些手续要办，你们先回去。走吧。刘川加油，刘川加油，刘川加油，加油！好吧，那我们走了。加油！为什么我爸要行使缄默权？是想保全自己的政治生涯，博取大众同情吗？我真的不知道目的是什么，这也是这次让我很无奈的地方啊。律师跟客户本来需要取得互相的信任，可是没有这个基础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他了。你的意思是，
他没有对你说实话吗？山峰，说真的，这次只有你能救得了他。如果他有罪，谁都救不了他。 15年是重判，你爸行使缄默权，在法庭上使不上力，任凭对方怎么说，他都不反击。现在真的只有你帮得了他的忙。如果我爸犯了罪，我应该帮他吗？山峰，你爸不是你的敌人。 而且法律除了制裁坏人，更希望让人变好，不是吗？